这是签新车就装上的行车记录器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有最后一档的影片会流失。室内电池的不良造成最后一档影片流失，所以只要换了电池就有机会修好它。使用电池的规格是50、20、30，上网都可以搜寻找得到，联络卖家传图档，帮你确认规格。电池费用含运费不到200元，若是能够成功修复，真是相当划算的。收到电池后，确认外观和接头规格是否相符，那就开始拆吧。我们要养成习惯，定期的把行车记录器的影片拿出来看一下，包含声音、角度和画面是否清晰，镜头有没有脏污，都要一并检查。不然关键的角度、车牌号码没有录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确认好影片都没有问题之后，可以将记忆卡格式化，避免错误的写入或是紧急锁档的影片占据记忆体空间。无论你是要用电脑进行格式化，或是行车记录器上操作，都是可以的。录制影片上头显示的时间也要一并检查，无论是用卫星自动更新或是手动更新。将来影片要当作检举或是车祸发生时使用，能够更具效力。我们继续看影片，就将记录器外头的4颗螺丝先行拆开。翻回正面，将机壳上下分离。看到上层基板的4颗螺丝，我们继续拆。这台行车记录器主打双基板、双记忆卡、双镜头，独自分离录制影片。没有萤幕，没有 WiFi， 只有一个线控，上面有前后镜头、双灯号显示和一个紧急锁档按钮。缺点就是造成在初期安装的时候，镜头角度校准会比较麻烦，和没有 WiFi 连线比较可惜，其他我觉得都是优点。掀开基板，左边这个空洞原本就是放电池的空间，已经被我拆除。接着我们再将其他的连接线拆除，使用镊子顶住两旁往外推。这种更细小的线就要更加的小心了。准备新电池，拆封以后就可以安装进去了。确认一下接头位置，将插头接上，再把电池塞回原本的位置。再将其他接头依序插回。如果手指不够灵活，或是不容易操作，一样可以使用镊子帮忙我们。再次确认所有插头是否都有插到底，装回刚才掀起的基板，
注意底下的针脚，对准之后才可以下压。锁螺丝时，最好的方式还是使用对角锁，不过这里我就没有这么在意了。4个角都轻轻锁入之后，再各自检查过一次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再次确认螺丝锁紧，插回记忆卡，翻回正面，将上下外壳装回，再翻至背面，将底部4颗螺丝依序锁回，我们就快成功了。等等就可以把主机装回车上做实际测试了。如果对于机车行车记录器有任何的想法，或是对于这次的维修有更好的建议，都欢迎到下方留言。每个时期都有最知名、最厉害的机种上市，但是这个价位是不是符合你的预算？功能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？外形能不能和你的机车搭配？都是你要所考虑的哦。最后，我们来确认这最后一档是否有成功存档。我设定2分钟一档，而这一档只有1分21秒，而且能够顺利播放，表示我们维修成功。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，那也可以自己动手对你的行车记录器进行维修，或是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知道行车记录器是有机会换内电池成功修复的。